人不是突然走的，是福报被提前用完才走。我以前讲过大 S 的故事，他有一次去找白龙王的时候，白龙王只问了他一句：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的鞋呢？你又不是蜈蚣。其实这句话已经不是提醒了，是在救他的命。白龙王说得很直白，人的吃穿用度都是有定数的，鞋够了，人就要走了。所以大 S 在他走的时候，将近有700多双鞋，鞋店只要一上新款全部拿下，最后全都应验了。有人会想，我自己赚的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买几双鞋怎么了？大错特错，这叫不懂因果，也叫自作聪明。你以为这是巧合吗？其实不是，这是惜福和不惜福的分水岭。你的财富就像是一个蓄电池，你今天疯狂地挥霍，就是在拔掉电瓶的塞子放电，电放光了，车也就停了，人也就走了。有时候高人给你一句，是真的想帮你不走弯路，可问题是有没有这个福报，有没有这个智慧？没有这个智慧，你根本听不进去。人最折寿的3件事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吃的太多，买的太多，好的太多。为什么说修行的人活得久？因为修行人连呼吸都很慢，就像是在用最节能的模式运转这台生命的机器，它的氧化程度就会相对而言低一些。所以惜福的人连呼吸都会很珍惜，你早一点把配额消耗完了，那你的生命期限也就真完了。所以有缘人一定要珍惜你周围所有的一切，记得惜福。有些人一升官就得病，有些人一发财就出事儿，有些人一退休命就没了，但也有些人从5楼摔下来一点事没有。这背后其实都指向4个字：厚德载物。你当个小官，需要有小德；当个大官，需要有厚德。这个位置，这个财富和这个运势，都得靠相应的德性来托住。德要配位，果才能够长久。一个人如果德性不够，却强要大富大贵，表面上看他是赚到了，其实是在透支自己的福报，预知自己的命运。这就像借了高利贷，迟早要找个出口，把这笔账给连本带利的抹平。福报比钱重要万倍，每天能平安回家，都是你的福报在显现。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，谁都说不准。但意外这件事儿，你有多少钱都不一定能解决，唯一能够保住你的，是你积攒下来的福报。为什么有钱人总爱去做慈善？因为他也知道攒福报的重要性。在高维的能量法则里，钱只是一个结果，而福报才是那个因。没有因，果就守不住。福报足了，该来的财富、好运、平安全都会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的人虽然没有挣到大钱，但家人很平安，孩子有出息，这其实都是福报在背后拖着你。钱只是表象，福报才是根基。
其实良田万顷，不过就是一日三餐；广厦千间，不过也就夜卧3尺。所以人活着就得学会知足。知足者，虽贫而富；贪婪者，虽富而贫。有人总是渴望拥有的越多越好，以为物质的堆砌能填满内心的空洞，这简直是南辕北辙。用物质去填补精神的匮乏，就像用盐水解渴，越喝越渴，直到把自己的身心彻底熬干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韩红和他的基金会所投入的善款，早已不是外界以为的1个亿，而是累计超过10亿元人民币。他出身普通家庭，从小家境并不富裕，也从未把自己设想成所谓的公益人物，只是在人生有了一点名气，赚到一些钱之后，他做了一个很简单却不容易的决定，希望这些钱可以花在需要的人身上，而不是只留给自己。对他而言，这不是口号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。也正因如此，有人常说，一个真正修行、持续行善积福的人是不会轻易出事的。在一次救灾途中，他遭遇严重车祸，连人带车从几十米高的悬崖摔到山底。结果呢，他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，只是眼镜框摔断了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擦破。有人会问，这不就是运气好吗？车子性能好罢了。闭嘴，这根本不是意外，而是因果。难道真的是因为他福大命大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福大命大，他每天都在做功德，每天都在救助灾民。他的基金会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。当他的功德达到一定的层级以后，背后一定会有无形的能量场来加持他，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罩，让他在天灾人祸面前化险为夷。这其中包括王菲。王菲真的是一个修行人。我不知道你在听王菲的歌曲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为什么听王菲的歌有时候会忍不住想哭呢？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因为她唱的不仅是歌，这是一种能量频率，是一种修行人本身的磁场共振。不论是王菲还是刀郎，他们其实都在用自己的作品普度众生。你会发现王菲的面相非常端庄自然，你在看她的时候，内心不会升起一丝妄念，这是因为他们干净的磁场，他们的福报功德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的量级，面相就会随之改变，身边的磁场频率也会净化。所以当你靠近这种高频能量时，你原本浮躁的内心就会瞬间被抚平，多了一份安定的状态。所以一定要修行，修行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。以后的时代就是一个拼能量、拼福德的时代。过去我们比拼的是谁更有钱，谁的物质生活更好，而未来的时代比的是谁的身心更健康，比的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维度。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能量越来越高，那你就一定要放下功利心，
去做善事，多去种善因，这样才能够得善果。福报从来不是天生注定，也不是烧香求来，而是藏在日常的一言一行、一念一指里。真正有大福报的人，未必大富大贵，声名显赫，却活得安稳、心安，人缘好，遇事顺。他们身上往往有着8个藏不住的特征，中3条以上就是有福之人，越往后越顺遂。1、情绪稳定，不怨天尤人。人生不如意10之8九，能稳住情绪，就守住了最大的福气。有福报的人，顺境不飘，逆境不怨，低谷不慌，遇到烂人不纠缠，碰到破事不内耗，不把脾气撒向身边人，不把焦虑传给家人。情绪稳定的人，心宽气顺，身体少病，家庭和睦，贵人常驻。反观那些一点就炸、遇事就怨的人，福气都在抱怨与愤怒中慢慢耗散。心定，则万事定气顺，则百福来。2、嘴下留德，不说伤人话。古人讲，口为祸福之门，说话是本能，会说话是修行，更是福报。有福报的人，从不说刻薄话、揭短话、炫耀话、诅咒话，他们懂得良言一句3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对弱者不嘲讽，对强者不谄媚，对家人不冷暴力，对陌生人多一份温和。管好嘴巴，就是积德；言语温和，就是招财。3、心怀善良，不亏良心。善良不是软弱，不是讨好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底线。有福报的人，不坑人，不害人，不算计人，举手之劳愿意帮，力所能及愿意舍，见人苦难生恻隐，见人得失守公平。老话讲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你对世界的温柔，终会化作福气，绕回你身边。你守住的良心，就是最好的护身符。4、懂得知足，不贪不恋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耗尽一身福。有大福报的人，都懂知止、知足、惜福，不盲目攀比财富，不执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珍惜当下的健康、家人、平安。钱多钱少，够用就好，名大名小，心安就好。知足者，贫贱亦乐；不知足者，富贵亦忧。5、孝顺父母，敬天敬地。百善孝为先，对父母的态度，就是你的福报厚度。父母是家中活佛，孝顺父母，就是为自己积最大的福。连生养自己的人都不珍惜，再大的富贵也留不住善待父母。家庭和顺，福泽自然绵延子孙。6、诚实守信，不欺不骗。人无信不立，业无信不兴，福无信不久。
有福报的人，言出必行，行必有果，不轻易许诺，许诺了就做到不占小便宜，不耍小聪明，不欺心，不欺人。你守住信用，命运就守住你，你对得起别人，天地就对得起你。七，乐于付出，舍得吃亏。舍得，有舍才有得吃亏，吃亏是福。有福报的人从不斤斤计较，愿意吃亏，愿意付出，愿意成全别人。他们明白，便宜占尽是祸，亏吃尽是福。眼前的小亏是往后的大福，当下的付出是来日的惊喜。越舍得，越富有，越包容，越顺遂。八，心怀感恩，珍惜所有。不懂感恩的人，再帮也没用。懂得感恩的人，福报自然来。有福报的人，记人好，忘人过，惜所拥。感恩是心灵的吸尘器，扫去抱怨与不满，留下温暖与福气。你感恩的越多，拥有的就越多，你珍惜的越多，福气就越厚。福报从来不是玄学，而是修行的结果。它藏在你的情绪里，嘴巴里，善良里，知足里，孝顺里，诚信里，舍得里，感恩里。不必羡慕别人的好运，不必抱怨自己的命运。从今天起，稳住情绪，管好嘴巴，守住善良，懂得知足，孝顺父母，诚实守信，乐于付出，心怀感恩。你若修好这颗心，福气自会找上门。你若行得正，做得端，福报自然绵绵长长。现在我邀请你在评论区打下这8个字：善念善行，福报自来。这不仅仅是一句话，这是你对自己未来起心动念的一次郑重承诺。如果你愿意，请在评论区打出这8个字，你发出的善念终将会成光的海洋，照亮你前行的路。当千万颗向善的心在此刻同频共振，这种不可思议的能量必将护佑每一个善良的灵魂。既然明白了福报藏在日常的起心动念中，那么当我们遭遇不公，或者眼看自己倒霉透顶时，又该如何保住现有的福报，不至于迅速漏光？难道就只能干瞪眼认栽吗？绝对不是。这个时候最考验一个人的能量锁水能力。普通人在遇到倒霉事时，最本能的反应是怨。凭什么是我？倒了8辈子血霉。有人会想，我都这么惨了，还不许我发牢骚吗？这叫自寻死路。当你开始抱怨的那一瞬间，你身上的福报就像被戳破底的塑料袋，哗啦啦地往外流。抱怨是世间最强的负能量召唤术，你越是散发着这种酸腐气，越容易引来更糟糕的烂人烂事。真正的高手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厄运时，懂得用一招绝学，认账认罚，欢喜受报。这听起来很反人性，对不对？
但这恰恰是扭转业力的唯一通道。你要明白，这个宇宙是绝对公平的。今天你受的每一分委屈，吃的每一次亏，都是在偿还你过去生或者这辈子不知不觉中欠下的债。厄运就像是你命中注定要吃的一副苦药，药虽然苦，但吃下去毒就解了。当你遇到烂人坑你，在心里默默念一句，债还清了，以后两不相欠。就这一个转念，你不仅锁住了福报，还把这件坏事变成一场消业障的仪式。这种不纠缠、不内耗的豁达，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修行。你的心量越大，能承载的福德就越深厚。当你开始有意识地欢喜受报后，你可能会陷入另一个修行人的常见陷阱。既然福报这么重要，那我天天去放生、捐钱，甚至拼命去庙里捐门槛，是不是就能万事大吉了？有人会觉得，我花钱买功德，佛菩萨总得保佑我吧，这叫本末倒置，那是生意，不是修行。如果你一边放生，一边回到家对老婆孩子大呼小叫，如果你一边捐钱，一边在工作里对同事暗箭伤人，你以为你是在积福，你这是在漏水桶里加水，加的还没漏得快。福报的累积有一个最核心的底层逻辑，身口意三业的清净。你的行为身，你的语言口和你脑子里转的念头意必须是一致的。如果你做的事情是善的，但动机是为了炫耀，为了贪图更大的回报，那这不叫功德，顶多叫人天福报的皮毛。真正的功德是三轮体空，不执着于我在做善事，不执着于给了谁好处，也不执着于给了什么东西。就像太阳发光，它绝不会去计算今天照耀了多少生灵，明天又要收多少利息。所以修行千万别向外求，不要总想着去外面做惊天动地的大善事，先把你眼前的生活过顺了，对送外卖的小哥说声谢谢，对老去的父母多一点耐心，对犯错的下属多一份宽容。就在这些微不足道的琐碎中，福报会像暗河的水一样，悄无声息地滋养你生命的根基。生命的长度和质量从来都不是由银行卡上的数字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灵魂的纯度决定的。今天我们谈惜福，谈不责备，谈欢喜受报，归根结底都是在教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的能量网和谐共振。你的身体是一座神殿，你的起心动念就是神殿里的香火，香火旺盛，邪气自然无法入侵，香火断绝，再坚固的城墙也会轰然倒塌。余生很贵，请收起你无谓的贪婪与抱怨，把脚步放慢一点，把呼吸放深一点，把你所有的好脾气和耐心都留给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当你学会了在这红尘俗世中安然自立，不去强求那些不属于你的繁华时，你会发现真正的福报
早就在你每一个平静松弛的微笑里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